细看《甄嬛传》中，梅姐姐对安小鸟一开始也是当做真心的好姐妹，但随着这部剧激烈交锋的宫斗升级，安小鸟逐渐黑化后，梅姐姐也开始了对她的疏远和厌恶。那么今日我们便来分析一下，这梅姐姐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对安小鸟彻底厌恶。首先，在三人姐妹团刚进宫时，梅姐姐对待甄嬛和安小鸟是一样的情分，并没有厚此薄彼，也没有因为与甄嬛相识的早便忽略了安小鸟的感受。今日新得的几匹缎子，我看正合你穿，等下我就让彩月给你送去延禧宫。两位姐姐待我这样好，我无以为报。这份情谊，玲珑感激不尽。此时的三人姐妹团刚进宫后是抱在一起取暖的。当时华妃独大，皇后心机又深沉，一下见到了后宫险恶的三姐妹，顿时都心感不妙。甄嬛更是选择装病来逃避后宫的争斗。而随着梅姐姐假孕争宠一事被华妃算计了之后，安小鸟对待梅姐姐的态度便急转直下，一时间尝遍了人情冷暖的梅姐姐心灰意冷。可想到自己倒了，甄嬛和安小鸟还是要在宫中生存的，于是梅姐姐又费尽心思地给甄嬛传递消息：珍重自身，扶持玲珑。梅姐姐处境这样艰难，还想着要替我周全。梅庄小主说的对，眼下小主身边可以依靠的人，也只有安小主一人了。但可惜的是，安小鸟曲解了梅姐姐的意思，竟然认为梅姐姐与甄嬛让她去争宠是为了利用她。但梅姐姐瞧着心思越发深沉的安小鸟，也并未多想，只是认为安小鸟是因为需要在这后宫中生存才变成这样的。于是即便安小鸟对甄嬛忽远忽近，而甄嬛也是揭露了安小鸟的真面目，但梅姐姐也从未怀疑过安小鸟。玲珑她很会欲退还进，世态炎凉，人心历久方能见得明白。若是为了皇上，倒不值得生分；若是为了旁的，你自己瞧着办吧。咱们三个人一同进宫，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。他有什么不是的地方，咱们能多担待就多担待些吧。而此时的梅姐姐和甄嬛都算是在这宫中受过苦难，瞧过世态炎凉的场面，因此眼下安小鸟的做法，梅姐姐虽不认同，但却也理解。也因此，梅姐姐并没有真正瞧见安小鸟的真面目，不同甄嬛那般已经开始着手防备或是疏远安小鸟了。可在甄嬛假意帮助华妃复宠，实则是为了大胖菊能够扳倒年羹尧而亲身做诱饵。但此时的甄嬛还没来得及同梅姐姐说明事情缘由时，安小鸟却故意到梅姐姐面前打小报告，更是将甄嬛的私心添油加醋的说明。不是小主不劝皇上，而是婉嫔娘娘劝皇上复位华妃。胡说什么？奴婢不敢。外头的闲言闲语做不得数的，皇儿最恨华妃，她不会如此。此时的梅姐姐对待安小鸟还是有一丝客气在的，尽管安小鸟在她面前故意透露出这事儿，梅姐姐也从未怀疑过安小鸟的用心。而当真听见这一消息时，梅姐姐的下意识想法也是不相信甄嬛会做此事。但在这时，梅姐姐还未同安小鸟撕破脸，只是从一些言行和举止上想要提醒安小鸟不要听风就是雨。也是婉姐姐劝皇上去见华妃的。好了，皇儿有话自然会跟我说，没有和我说就是没有做过，咱们也用不着听这些闲言闲语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去看望太后，就不留妹妹了。这里的梅姐姐还是将安小鸟当作是自己人，说的也全都是掏心窝子的话，既没有因为安小鸟的话怀疑甄嬛，也没有因这事儿而对安小鸟有所戒心。但随着梅姐姐在甄嬛所说的话中坐实了，真的是甄嬛帮助华妃复位，一时间巨大的落差感在梅姐姐的心中蔓延。她现在有些看不懂甄嬛，但一想到甄嬛所说的话，梅姐姐便开始有些怀疑安小鸟的用心。可此时无论是安小鸟还是甄嬛，梅姐姐都不相信了。于是在安小鸟又一次上门，想要借机挑拨梅姐姐与甄嬛之间的感情时，梅姐姐终于是有点看清了安小鸟虚伪双标的性格。你爱多心，我又不是第一日才知道，否则也不会巴巴地跑来告诉我婉嫔劝皇上复位华妃的事。关心则乱，
我也是担心两位姐姐。担心？若真是担心，便不会借宝娟的嘴说与我听。婉嫔行事不正，你也未必坦坦荡荡。此时的梅姐姐真是飒，所说的每一句都心直口快，踩在了安小鸟心口的痛点上。因为眼下梅姐姐已经是想明白了，安小鸟这虚伪故意的面孔，如此在人背后说坏话的德行，真是将梅姐姐厌恶。尤其安小鸟说的还是甄嬛，全然忘了当初的情分。不必了，你有这个功夫和我解释，还不如留着力气去讨好皇上，力劝皇上惩治华妃。都是妹妹无能，无能是小，若是心术不正，挑拨是非，坏了德性，那才是大事。眼下梅姐姐可谓是直接开怼，嘴上功夫如此了得的梅姐姐，安小鸟也是第一次亲身感受。从前只见过梅姐姐这样子对别人，可她自己却从未感受过其中威力。如今亲身经历了，安小鸟气得又是变了脸色，又是拽紧了帕子，硬生生扛着梅姐姐对她的教诲和出气。不是我要教诲你，大家相识一场，有什么话当面说也就罢了，又何必欲擒故纵，步步为营，也太辛苦了些。以后你若再有这样的话，自己说给他知道便是了，不必再来说给我听。这里的梅姐姐虽然对安小鸟没有好脸色，但却还是当着安小鸟的面说出口，并未在背后做小动作，更是秉承着以往的情谊，说话中的隐喻颇有规劝安小鸟回头的意思。但可惜的是，随着安小鸟逐渐黑化，完完全全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后，梅姐姐对她可谓是彻底醒悟，不再保留任何的情面，不仅是不再往来，对安小鸟更是连敷衍都懒得敷衍。在梅姐姐怀上温实初的孩子后，安小鸟又假意上门关心，实则是想要打探梅姐姐这里的情况。而这一次，梅姐姐直接暗示安小鸟不祥，一劳永逸的让安小鸟远离自己。最近安嫔每见小主一次，小主总是不舒服。真的吗？奴婢不敢说谎。朕知道你不敢。让苏培盛告诉安嫔，别再来碎玉轩了，省得冲撞了惠嫔不吉利。这里的梅姐姐便是与安小鸟撕破了脸，不再与她虚与委蛇，连表面上的好姐妹也懒得做。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，梅姐姐是有多么的厌恶安小鸟。回看《甄嬛传》中，梅姐姐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对安小鸟彻底厌恶。想必今日分析完以上细节，可以明了了。《如懿传》中有这么一个人，她活泼可爱，她天不怕地不怕，她怼过嫔妃，怼过公主，还怼过皇上，她就是从蒙古而来的颖妃。这期咱们就来唠唠颖妃怼人的那些事儿。第一个被颖妃怼的人是嘉贵妃。由于魏延婉利用嘉贵妃的狗谋害皇嗣，导致如懿的女儿死了，颖妃也流产了。嘉贵妃作为狗的主人，没有看管好狗，又没有证据洗清不是自己做的，加上嘉贵妃平时坏事做尽，惹得众人不满。皇上一怒之下，命人打了嘉贵妃一顿。可挨打后的嘉贵妃仍然不长记性，不仅满脑子想着如何获取皇上的欢心，而且还公然挑衅说如懿不懂护肤保养。这时满堂的嫔妃都等着如懿反驳时，不料如懿只说了一句岁月匆匆不饶人。在这一场请安大会中，嘉贵妃占尽上风，许多嫔妃想着说戏不如看戏时，颖妃等不及了，张口就对嘉贵妃开怼：不懂得收拾打扮，那还叫什么女人啊？嘉贵妃的心可真宽，8个的腿废了，4个也不能负宠如前，你还能整日想着打扮自己，咱们可真是学不会啊。这时颖妃的身份地位不及嘉贵妃，换做其他人是绝对不敢开怼的，但颖妃对嘉贵妃不满，也就没给面儿。颖妃3言2语戳中了嘉贵妃痛处后，嘉贵妃也就乖乖闭嘴，不乱抬杠了。第二个被颖妃怼的人是皇上。皇上作为95之尊，人人唯命是从，可颖妃却不怕他，甚至还敢直接怼。当时皇上像疯了一样迷上了含香剑，不问朝政，不管皇嗣，不理嫔妃，甚至还因为一枚珠花怀疑纯贵妃，误以为纯贵妃要为3阿哥谋太子位，导致纯贵妃在大雨中跪地求饶。后宫嫔妃们心照不宣，站成统一战线，纷纷跪在如懿宫前求如懿劝劝皇上。表面上嫔妃们是在为纯贵妃求情，实际上他们想的却是把含香剑赶走。如懿作为继后，身为6宫表率，也只能前往养心殿好言好语劝皇上。
可皇上却丝毫听不进任何劝言。后宫嫔妃心里着急，又不敢出头时，颖妃冒雨来到养心殿。原本颖妃想让如意再想个办法，不料皇上直接走出问想什么法子。这时颖妃也不想绕弯子了，直接对皇上说他让众人寒了心。皇上，您如此为情乱志，会伤了蒙古49部的心，会让咱们怀疑一直仰赖的天子是不是一位英明的君主。放肆！臣妾不是放肆，是伤心。对于颖妃这样的话，皇上很吃惊。虽然皇上不允许任何人说她的不对，就好比纯贵妃没有害富察皇后，可皇上还是因一枚珠花评定她有罪。因此众人都认为颖妃说的这番话一定会让皇上龙颜大怒。但是令众人没想到的是，皇上被怼后不仅没有降罪，而且还让颖妃先回宫，可见颖妃背后的靠山不容小觑啊。第3个被颖妃怼的人是魏嫣婉，当时魏嫣婉已经被封为了令皇贵妃，这个身份也就相当于父后，比还是妃位的颖妃高了好几个等级。那么颖妃为什么会怼魏嫣婉呢？因为当初魏嫣婉犯了错事，皇上就把魏嫣婉的女儿交给颖妃抚养。颖妃辛辛苦苦把景元养大后，魏嫣婉升到了皇贵妃的位分，就来抢人。抢人的过程中，魏嫣婉还是因景元不愿意，转而对景元又掐又骂。颖妃听到景元叫喊声，急忙跑了过去，结果看到自个儿带大的孩子被人虐待，颖妃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景元他能分辨得出是非，他的确不喜欢你。其实岂止是孩子，即使你位同父后，我们也照样看不惯你这种用龌龊手段上位的女人。魏嫣婉瞧着自己都位同父后了，还这么被人瞧不起，甚至被骂不要脸，所以魏嫣婉骨子里流淌的自卑让她气得一下慌了阵脚，想动手打人。然而魏嫣婉手还没来得及抬起，就被踩点到场的太后给制止住了。了解了事情的全过程后，太后毫不犹豫直接站了颖妃队。颖妃啊，好好看顾着景元，你记住了，孩子和谁最亲，谁就是他的亲额娘。至此，颖妃对令皇贵妃完胜，太后战队的人能力可见不差。第4个被颖妃怼的人是景色公主。景色作为皇上和富察皇后的嫡公主，做派大的可以说压过了很多嫔妃。简单的省个亲回宫请趟安，后宫的嫔妃们都要可劲儿的给足面子，并且纯贵妃无故还要被训导一番。纯娘娘，三弟如今还争气吗？谢公主关心，还是老样子罢了。诸位弟弟面前，我算是长姐。嫔妃的职责，在于养育皇子，好生教导，才可使他们成为国之栋梁。一个嫔妃还得听公主的教导，众人巴结还来不及，就更别说怼了。但颖妃是一个连皇上都敢怼的人，就更别说只是一个被捧高的公主了。由于当时景色和令皇贵妃走得近，令皇贵妃借助景色的力量做尽坏事，而景色还被蒙在鼓里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颖妃实在看不下令皇贵妃的做派，就在荣亲王的百祭当天提了一嘴。此时景色还不知道颖妃的实力，嘲笑着颖妃和令皇贵妃抢女儿事件。颖妃淡淡一笑，像令皇贵妃这样的人只会在皇上面前狐媚讨好，对上冒犯太后，对下又不能教好儿女，所以颖妃很不屑令皇贵妃这类人。但景色还是太年轻，看不透令皇贵妃，因此景色还站在令皇贵妃的战队。颖妃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怼了回去。这不能教导好儿女，又是如何呢？一心只想往皇后位子上爬的人，会怎样教育儿女呢？这时景色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利用了，原来令皇贵妃一直都想爬上皇后之位，所以才会一步步的讨好利用自己。也正是因为颖妃的话，让景色瞬间清醒。只能说颖妃不仅看人厉害，怼人也厉害，也难怪众人会说蒙古妃嫔不好惹。如此看来，颖妃怼人的嘴皮子确实了得。